他们3个凑在一块儿，就无比自然。演家庭戏最难的就是像不像一家人，只要不像，就怎么演都完。这个是我17年开始演戏到现在第一次尝试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全覆盖、精准的那种塑造吧，比较全面的一个角色。他虽然演的是一个20岁的孩子，但他身上承载的绝对不是一个20岁的一个少年所能够承载的东西。这样的孩子，你既不能把他当成一个病人，但他确实又是一个病人，每一个微妙的分寸都特别难。小红花也挺残忍的，他真的就会一次碰你心里面，轻易不愿意碰，因为很脆弱很软。我们先让观众共情，然后再让大家思考，从对家庭、一个家庭、一个族群的关怀，扩大到对陌生人的关怀，我觉得是整个这个电影的表达的一个半径。我原来经常会路过那个火车边上，有好多那种密密麻麻的那种高层，每当路过那些楼的时候，我都特别感慨，每一户你敲开门，他们都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都很普通，但同时也是传奇。送你一朵小红花，那祝你今天心田的伤疤。奖励你在下雨天，为你送我。高老师啊！哎呦，哎，你完全失踪了。我没有失踪，你少来！我一直在，有在。哎，这位，这是谁？哎，这人眼熟哎。这是谁？咱们都见过是20周岁，是不是？儿子，我和高老师想我你。想，哎，你真是又瘦了吗？那个4位多久没见了？我跟高老师应该是拍完戏一直都没见，我跟千玺经常见。我们都没见，我们一直都保持着就是一定沉默。的距离。千玺在忙什么最近？也是各种工作。这个电影的名字叫《送你一朵小红花》，袁老师就还一直在对，他的搂着一名字只猫啊，他的名字就叫小红花。你看这颜值，看老高了。这是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对，收留的这么一只流浪猫。对，电影开拍之前就收留了。我们开机前大概1个礼拜，我们这些人捡到这只猫，我说就叫小红花吧，觉得也是跟这个电影的一个缘分，整个陪伴了我们整个拍戏的过程。对这个戏的期待值是什么，韩老师？特别希望观众看完这电影，就是能够感受到我们所有主创的真诚，这是我内心里边真心期待的。你是从什么时候觉得他们仨像一家了？第一次袁袁老师和千玺演对手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妈我选对了。哑铃老师其实第一场戏并不是跟他们对手，哑铃老师是在现场我第一次见到他本尊，就是盲定的。后来他们3个凑在一块儿，第一场戏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任何的磨合，就无比自然。冥冥之中，我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第一天我们一家一起的戏是奶奶过生日那个嘛，一起的，然后互相慢慢熟络，就没有特别陌生的感觉。那场戏我印象特深的，高老师去喊小航，你带着那个弟弟去上厕所，那个劲儿我觉得一下就对了，感觉这孩子已经当了他20年儿子了。因为那天那场戏正好是高老师一场重场戏。来的呢都是七大姑八大姨儿啊，找的当地那个话剧院的一些演员，然后我们就得迅速跟他们得熟了呀，所以布光啊，导演他们在准备的时候，高老师就特别有经验，然后就跟大家聊各种就是笑话啊，讲讲段子呀，交流啊，就是迅速让这个环境能很融洽。我演家庭戏，你看从
都20年前就演这个。演家庭戏最难的就是像不像一家人。只要不像，就是那个一客气一膈冷，这个事儿就马上全讲，怎么演都完。我就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那种朴实，和那个单纯的东西。你看到他，你会有一种，真的是像一个儿子，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的一个状态，就他把自己放的特别简单。我们那会儿拍完跟奶奶生日那场戏之后，就是直接进我们家里面拍了嘛，就先把我们家里那个场景先杀掉，然后家里那段戏，其实是我拍的还比较舒服、比较自然的一段，就是一个对一段时间。枸杞跟西兰花，新 CP 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们说啊？我已经够拖累你们的了。这次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愿望，不行吗？什么方式？魏航，我告诉你，你的身体不光是属于你自己的，还是属于我们的。你们这么不顾一切来救我的命，只会让我觉得我是个负担。我一点都不感激你们。我再不逃出去喘口气，我还不如去死。我觉得这场戏啊，在电影院的时候将会是让人哭崩的一场戏。这个词里面呢，有几句狠的。常态家庭里面，这样的词基本上不会在父母子女的对话里面出现。对这样的特殊家庭有了解吗？导演在创作这个戏的时候，他看生活的角度和我原来看这种家庭的角度是不一样，所以他的要求就特别细腻。就是对这样的孩子，你既不能把他当成一个病人，但他确实又是一个病人，又确实是一个。就是随时面临着有可能状况发生，但是又死不了，又活不痛快的那么一个状态，所以就是每一个微妙的分寸都特别难。这场戏其实拍的时候，我印象挺深的。高老师为了心疼航航，然后还自作聪明的说：“我不用右手打，右手有劲儿，我用左手。”结果拍的时候好几次没删。这一种左手实在不够灵活。左手不灵活，删不到，老删不到啊，删不到。对，而且他老想又怕打过了，你就容易打到耳朵嘛，又要有劲儿，哎呦我的妈呀，这左手跟残废一样，这个力度很难，就你控制力很差，因为我真怕右手打得太狠了。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青春期男孩的那种自尊心，而这种自尊心，当他放到一个患有癌症一个病人的身上的时候，这种病人的自尊心他会更敏感、更强烈。然后更何况他是一个被爱包围的人，就你们越对我好，那个爱意对我越浓，我对自己这种其实会更敏感。尤其到后期，在喜欢的女孩面前，这种自尊心青春期，然后就会越强烈，所以他会有一种就是对外界的一种抵抗，但其实这种抵抗最本层还是因为他害怕。这个劲儿肯定是往爸妈身上使，所以这里面不是还有哑铃老师那句台词吗？就是你的身体不光是属于你的，也是属于我们的，而且特别中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其实这是中国一个传统的一个概念。其实我4年前的剧本里面没有明确的把负担这个词儿给说出来，没有明确说出来。我为什么会有感触？是因为今年年初，我岳母生了一场病，也是在赶上疫情期间，她每天去医院需要消毒，回来之后呢，需要那个又得消毒又得隔离，她会觉得给家里边在增添负担。是，她有时候我们一块吃饭，她说我不跟你们一块吃了，我自己吃吧。她会有一种自卑感，那种自卑感特别的戳人。就这个戏对我来说，拍的一直很困难。从第一天，这个看完剧本我就不会了，就是因为演戏演多了，演一身毛病，就是
你会去寻找安全区。我们几乎好多场戏都是这样，就是那个质感是在空气中弥漫的，所有的细节透露出来的。对，你说是哪句词儿打动了你，或者是哪一个精神的瞬间，还不是，是你感觉整个那个气氛就特别对，而且演这个戏压力一直很大，就你真是没有一场是轻松的。你说你啊？我呀，还有我，就我们来讲，还没有中场和全是中场，因为你对这样的家庭和对这个剧就越来越深入，你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诚意的一个很温暖的一个电影。那会有很多有这样的亲情，有这样的家庭，那确实是应该把它认真的诠释出来。尤其我妈妈就是癌症去世的，特别知道那个状态，就是你又不能去过多的提及这件事情，但是你心里又一直有这个事儿。父母和孩子的这种纽带就是纯中国式的，每一个中国人就可能都会能理解，它是紧紧的绑在一起。虽然是个特殊家庭，但是它里面描述的父母子女关系是有普适性的。对，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各种磨蹭，然后吃饭写作业就是很磨叽，然后我妈也基本就是这种状态。我反正一直是那种慢悠悠的，然后我越慢，然后我妈就越急，就那种，真的吵起来，哇吵起来的时候也是。哎呦，你还哇吵起来了，急了也刚。你真是，对，你就在这儿说什么？所以你知道这个电影，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当你看了某一场戏的时候，让你开始想，我和我孩子，是怎么处的，或者孩子想我和我爸妈是怎么处的。他会换不同的位置，让人知道每一个角色在这种现实面前都是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别说了，我不想听。兰兰，行行好。你孩子生病了吗？他生病了吗？不是，你有胳膊有腿的，你不能好好找份工作，好好去养活他呀？不行吗？这个母亲在那一刻，她的那个复杂的情绪没处发泄的时候，她是迁怒于别人了。有一次我拍完戏，然后一个房屋中介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之前，我刚解决完家里的一个什么事儿，我正烦着呢，我就车上一通给他骂。其实他跟我素不相识，我骂完之后呢，我很自责。我后来分析，我为什么我要冲一个陌生人去这样发泄，是因为我没法跟家人发泄，我要保护家人，保护身边的人。这种迁怒在生活中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东西，非常常见。对，关于生活质感，我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比如说乞丐这场戏，我一直会想着，如果说啊旁边路过一个人，他拿手机拍下来这一幕，传到网上，他就是在生活中发生的一幕，他不是被我们拍出来，被我们摄影机只是代表了一个创作者的一个视角去记录下来。另外一个原则，就比如说他们家里的，我现在敲开任何一家门，我推开门进去，那家正在吃饭，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是我们不要去加工，不要去在上面去设计很多东西，就是它要自然到那个程度，我觉得就可以了。原来坐火车回家的时候，我经常会路过那个火车边上有好多那种密密麻麻的那种高层，很老旧的高层。我每当路过那些楼的时候，我都特别感慨，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些人的每一户，就是你敲开门，他们都有一个故事，都很普通，但是同时也是传奇。我其实就是觉得，我需要去讲这样的普通的故事，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陌生人之间，当你去看到一些陌生的人的时候，你不会怀有敌意。高亚麟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父母是死神和我们之间的一堵墙”。您记得不？原词儿呢，其实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边
有大概这样的意思的表述。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中间的一道纱帘，就是因为父母在挡着你看不到，我们看不到归途，父母一没，你直面死神。他算的时间和我们算的时间，我说和你算的时间不一样，因为他看得见死神，所以你是他的心头大患。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20、30岁那时候，父母老说是，哎，你也不要孩子，你也不结婚。我说急什么呀，着什么急啊？直到就很多年前，我父亲突然去世，我就突然明白了，时间哪是永恒的，父母不是可以天天跟你在一起的。我终于明白父母催你的意思是什么，是因为他着急，他怕他来不及，不是怕你来不及。因为中国式的表达特别有意思，就我们不太会擅长表达，去把这个爱说出来，说我爱你，我想你，好像训斥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撑死了，要不然就不训你了，可能就是更高一层的爱。很多父母就是又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就是你在外边好好发展，你特别好了，其实内心是哎呀，我也想你在身边，就永远活在矛盾里。就说到这个点啊，我必须提到一个细节，在他俩争吵之前，其实前面有一场戏是千玺就是这个韦一航给父亲下了一碗面，他其实明明是给父亲下的这碗面，他非得说他自己下好了，他就不饿了，你吃吧，我就不想吃了，他非得这么表达。我这刚煮碗面，还过2鸡蛋。不用，你吃吧，我一会儿再煮一碗。我不想吃，我刚煮完了没胃口，你吃吧。我印象那场戏拍得非常快，最后高老师我们留了一个父亲的背影，就是那个背影，我留的时间很长。然后呢，韦一航从门缝里边看那个父亲在吃面的那个背影，就是我觉得那个就特别典型的中国式的家庭中父子之间会出现的一幕。因为中国人都很含蓄内敛，所以他很多事情不是很清楚的表达给对方。我跟我爸妈也是这样。我特别印象深的一次是，15还是16年的时候，有一次，在北京待了2天，又要出差了。然后我爸把我交到工作人员手里。然后那天是我爸生日，然后我下车之后，我爸还把窗户摇下来，好像跟我说话啊，交代几句。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一句生日快乐，就想半天就是说不出来，就当面怎么都说不出来。但是心里都有，所以现在能不能说？现在可以了。我反正回北京就是回到家里面之后，因为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很感动的文章或者某些事情，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跟我妈，我们抱一下，就有时候就这样，就稍微长大一点就妈妈会了。和爸爸呢？爸爸男的之间也还是有点就是，但是有点不好意思。对，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卡在嗓子眼就想说，但是又说不出来。对，又说不出来。其实电影叫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先生您好，您的外卖。我在北医3院看到真实的一幕，一个阴郁的下午，我在北医3院门口走过，我就看到一个人拎着那个包出来，坐在马路边上，
然后有一个外卖小哥就给他饭，就当时那哥们拿到那个饭之后呢，就四处张望，这一定肯定不是他点的，但是我也在四处张望，我也想看到底是谁给他点的，因为对我而言就是冲击力很强。我觉得他在这么冷漠的一个环境里面走出来，坐在马路边上，就是当有一个人给你递了一碗饭，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他会瞬间把你心里边所有的悲伤全部勾起来。当一个人认为我已经失去了我的至亲，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陌生人爱着你的时候，关注着你的时候，关心着你的时候，你那个东西其实是我们这个电影一定要传达出来的，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切和关怀，它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关怀到。医院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一个环境，集中看到人间疾苦。我可能把这从小到大跑医院的时间都在这2个月跑完了。因为就又加上疫情期间，你只要住院就得核酸，对，然后所有的检查都复杂了。以前都是家属跟着那车推到手术室门口进去，现在是把家属全隔离在一个地方。这边是从病房这个车推到这儿，然后这儿有个人就叫，谁的家属有人吗？然后就从那拦着那一大群里就过来一个，几秒钟，手术那个车上看看。你退回去，这个就进手术室。手术出来以后，就再喊谁的家属过来看一眼。这就昏迷醒了的过来再问了啊，行了啊，回病房了，有医生，就不允许家属全程那个，就是不允许陪床。我就看到一个妈妈，可能是她就是可能全程都跟着她女儿，因为我就看那个车哈，从那儿过来以后，可能要做手术，就她紧张的2个手就搁在，哒，就那个车抖的。他妈妈就过去，就拉着他，你就明显能感觉到我要给你力量，但是他无法控制。我现在说头皮都发麻，就你打死这一辈子你演不出那种感觉。他就说没事儿，妈妈在外边等你啊，哎你家呀，就是他的那个状态，就是你都想象不。但是我瞬间就是已经就哭得不行了，门口好多人都在哭。小红花也挺残忍的。我说他的残忍没有任何的贬义，就是他真的就会一次碰你心里面。有很多人是我们不是不敢碰，是我们轻易不愿意碰。对，因为很脆弱很软，但是这个电影会让你来直面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关于生命的表达，关于生与死的表达，其实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个母题。肿瘤君之后呢，我这个剧本啊很早就在写了。这种戏就是得观察，得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真的那个表达，我不说我就憋死了，你才能去拍。就这个是不能够硬憋的。我什么时候感觉到这个东西啊，我找到一个它比肿瘤君更往前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有一次叫了一代驾，他呢就匆匆忙忙的，可能晚了30分钟，他一紧张就把我车给蹭了，就啪一倒车，蹭了之后呢，我那几个朋友就在说你这单你别收钱了，挺无情的说的。我说别说了，我说待会儿还得拉着我走，给他说急了。我一直在纠结我要不要给他钱，我要不要给他结这个账，因为我给他结这个账，就意味着我其实纵容了他这种失误。他可能今后还会犯这种错误。到我家之前有一段路特黑，必须得开远光灯。他的一个行为让我觉得我应该给他钱。他在开着远光灯往前走的时候，对面过来一个电动车，啪把远光灯给关了。他等这个电动车过去之后，他又把那个远光给开了。我觉得我要给他钱，我一定要给他结账。这车修不修，对于我而言都没所谓。但是我要因为他把我车给刮坏了，我要把他心里的这点善念给抹灭了，开始不信任别人了，或者是他不愿意去同理心的去为别人着想了。我觉得那个是更可怕的。所以我觉得我那天如果给他结账，我觉得就如同我那天给了他一朵小红花。你把我车刮坏了，我还是会给你这个奖励。我奖励的并不是你的这次失误，或者是，但是我奖励的是你这种，就是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想着我不能让别人看不清路，不能让别人出问题。我仿佛明白，就是送你一朵小红花这个电影核心表达。我们先让观众共情，然后再让大家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要这样做选择？疫情让整个世界停了下来，它给了大家半年的时间，逼着你思考，所有东西在堆积到我觉得我应该拍这部电影了。我再不拍，我觉得就心里边就难受了。这种对陌生人的关怀，我们从对家庭一个族群的关怀，扩大到对陌生人的关怀，我觉得是整个这个电影的表达的一个半径。韩岩刚才说的这点挺重要的，就是因为2020年太特殊了，然后在2020年的年尾的最后一天上这样的一个电影，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时机。其实这里面除了我们说的悲凉的部分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词是成长。一航是要成长的啊，千玺也是要成长的。千玺前2天刚过完20岁生日啊，20岁了啊，20岁有特殊的感觉吗？20岁我感觉会比所谓成年18岁，我觉得更要有仪式感一点，因为2开头了，奔3了，是人生下一个阶段。什么？你说20什么情况？到了20了，觉得自己更大了，更成熟了。也没有很强烈的实感，但是2开头这个数字会感觉不一样了。韩岩厉害是什么呀？就是他敏感，他看那个问题的质感看得很准。其实我们都能有感受，对生活这种共情啊，或者是一些常态，都能捕捉到。这个剧本里边表述的很多东西啊，千玺能理解。就是我觉得啊，就是高老师和圆圆姐能理解，我一点都不吃惊，搞不懂就是他为什么会对很多东西的理解，就是他的内心得非常的柔软。我20岁的时候，我对这个世界没有这么柔软。这个是我第一次尝试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比较全覆盖、精准的那种塑造吧，就是有意识开始去外部加工一些东西，然后再加上我内心感受到一些东西，就是一起融合起来。我觉得是我从17年开始演戏到现在比较全面的一个角色。因为导演的本子对这个男孩的侧面也比较多，他的看这男孩的角度也很多，所以我也有更多的空间去，更多的机会去演这个男孩不同的地方。他真的是走，他虽然演的是一个20岁的孩子，但他身上承载的绝对不是一个20岁的一个少年是所能够承载的东西，它其实很复杂。我觉得我内心慢慢打开，各种感官，各种慢慢变得敏感，也就是出道以后，然后出道以后也10多岁以后嘛，13年13岁，就比如我以前泪点很高，笑点也很高，就是我也是喜欢远离人群，不跟大家就是待一块儿的，所以就什么事儿传到我的时候，我不会有什么很强烈的感受，我不会分析它为什么发生，然后他在那些人身上有某些特质，对，我就是一个很硬，一个硬壳包到外面。我觉得其实还是心干净。他坐在这儿，他可以就这么看着你，可能也是他经历出道见的也多了，场子见的也大了以后，他其实可以筛选到他不介意的东西，就是他不介意的东西。于是呢，他又见到了很大的东西。最有幸的是赶上这样的一个缘分，这样的一帮人都干净，都纯粹，一定会煲出一锅好汤。